和前女友相遇的第一天，我就被丢到了船上，还被吃干抹净了。而此刻昏暗的房间里，暧昧声迭起。姐姐别！我难耐地仰着头，长长的睫毛轻颤，眼中盛满泪水，可怜兮兮地盯着面前的人。顾于书牢牢扣住我的腰，捏着我的下巴，漆黑的眸子直直望向我眼底，眸中翻滚着我看不懂的情绪，低声问道：真真，我是谁？此时的我意识已经有些模糊，只觉得今日梦中的于叔好奇怪，嘴上哼哼唧唧，急切地拉扯着于叔身上的西装，带着哭腔软软说道：你是阿叔啊，你是我的阿叔。我毫无章法的吻上那张凉凉的嘴唇，这一刻心底的思念如野草一般疯长，做梦也罢，幻觉也罢，天知道这4年自己有多想他。于叔的心微微颤抖，额头抵着我微微发烫的额头，低声呢喃道：真真，我该怎么办？朦胧灯光下，两具凹凸有致的身影紧紧纠缠在一起，似要把这4年的离别都补回来。凌晨，雨叔怎么也睡不着了，目光沉沉地望着身边安静的人。我瘦了许多，即便睡梦中，眉宇间依旧拢着玉色，好似过得很不好。一想到我过得不好，雨叔的心就揪着疼。这4年明明恨透了我抛弃他，可是看到我被欺负，听到我用那柔柔的嗓音喊阿叔，心头就疯狂地叫嚣着原谅他吧，只要他在身边就行。于叔觉得自己真是疯了，他一定是中了一种毒，这种毒只有我能解。于叔缓缓伸出手，忍不住想要去触摸我消瘦的脸庞，只接触到细嫩皮肤的一刹那，于叔愣在了那里，像是被烫到一般，手猛地握成，蜷缩了回来。曾经那些美好夹杂着痛苦拉扯着他的心，让他喘不过气。于叔懊恼地掀开被子，轻声走到阳台，望着外面或明或暗的蜿蜒灯光，忍不住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。直到太阳缓缓升起，他才冲了个澡，钻进被窝，小心翼翼地环上我的腰，轻轻嗅了嗅我的头发，熟悉的味道让他迷恋，舍不得离开，却也不敢再有其他动作。他怕一不小心就泄露了心中的感情，他怕再次沉沦，再次被毫无犹豫地抛弃。我醒来时已是中午12点，轻轻动了动身体，腰酸痛得厉害。身后的人扣紧我的腰身，嗓音微哑，不耐烦地说道：别动，再睡会儿。一瞬间，我僵在了那里，昨晚的一切在脑中迅速回放。我在脑中想过无数种再见到雨叔的场景，独独没有想过是以这种方式。我慢慢红了眼眶。4年前，在雨叔和钱之间，我毫不犹豫地抛弃雨叔，选择了后者。4年后，为了蒋家的生意，我又以这样方式被送到雨叔的身边。我不知道雨叔会怎么想自己，反正自己挺瞧不起自己的，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包围了我。我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来，身体悄悄地贴近于叔，贪恋他身上熟悉的味道。也许等雨叔醒来，就不会是这般模样了吧。如今的雨叔再也不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小哑巴了，我早就把自己的小哑巴弄丢了。我再次醒来时，身边早已没有了人，心中一阵失落。果真清醒的于叔是不愿见到自己的。我拖着酸痛的身体坐了起来，拿起床头的合同，细白的指尖轻轻摩挲，唇边勾起一丝苦笑。浴室的门从里面被推开，脚步声响起，我抬起湿漉漉的眼睛望过去。顾雨舒慵懒地倚着门，眉眼隐隐含着冷意，修长雪白的大腿交叠着，在浴袍的里面若隐若现，整个人金贵又妖娆。我愣在了那里，心跳在这一刻不受控制的加快。顾雨舒随意拨弄了一下耳边的碎发，眸中没有一丝温度，唇边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，冷冷说道：为了蒋彻都能出卖身体谈合同了，你就那么喜欢他？我难堪地低下了头，长长的睫毛掩住眸中的情绪，死死咬住下嘴唇，一句话都不说。顾雨舒眼神晦暗不明，上下打量着我，心中酸涩难耐，冷冷说道：说话。我偏过头去，轻声说道：我没有。我如今是蒋彻名义上的女朋友，但与蒋彻不过各取所需。蒋彻需要一个女朋友，我需要钱，仅此而已。这么多年，自己好像一直都很缺钱。顾雨舒脸色阴沉地缓缓走近，修长的手指捏着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头与他对视。沈真，4年了，你有想过我吗？我呼吸一滞，不自觉地捏紧了身下的床单，嘴唇轻颤，一字一顿说道：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雨舒加重了手上的力道，心猛地缩成了一团，细细密密的疼传来。7年前，我捡到他，细心照料，给他温暖，我们一起生活3年。4年前，我亲手把他送回那个冰冷的顾家。这4年，他带着对我的恨和怨，锋芒毕露，终于成了顾氏的掌权人。顾雨舒一低头，猛地咬住了我娇嫩的唇，血腥味在口腔弥漫。沈真，你好样的！身体被冷冽的香味包围着，我不自觉地轻轻颤动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眼角的泪水滑落引入长发，这是自己欠他的，自己应该受的。顾雨舒被我乖顺的模样狠狠刺痛了心，他的沈真不该是这样的。曾经的我就如一株野草，韧劲十足，不知疲倦，总是在积极抗争着，总想要好好活下去，而不是如今这般毫无生机。顾雨舒烦躁地松开了我，拿起一旁的外套转身离去，在门口他停了下来，冷冷说道：沈真，你没有心。直到那道修长挺拔的身影彻底消失，我才脱力一般软在床上，手缓缓触上唇角，那里还有雨舒刚刚的触感，周遭还有他冷冽的香味。泪水蓄满眼眶，4年了，再见面心还是不可抑制的跳动。他问自己这4年有没有想过他，怎么可能不想？刚分开那一会儿，自己每天都是哭着醒来，可是后来自己要挣钱养团团，挣钱给外婆治病，要活下去，自己累得没有时间想雨舒，到最后变成了不敢想，顾雨舒3个字成了不能触碰的秘密。我收拾好自己，拿着合同出了酒店。远远的我就看见一个高挑的身影焦急地在酒店门口徘徊，一看见我就走了过来。蒋彻略带愧疚，在看见我脖颈处的红痕时，眸色一暗，痛苦地说道：真真，对不起。
昨晚我同他一起去故事谈合同，最后他被人扣了下来，我消失了一夜。我本就是他雇来的名义上女友，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蒋彻心中很是愧疚。我不自然地伸手捂住了脖梗，脸上闪过一丝红晕，轻咳了一声，故作轻松地把合同递了过去。小彻，合同谈成了，这次你可得给我加薪啊！蒋彻满目心疼，真，蒋氏这次虽然遇到危机，但是靠你用这种方式去谈合同，我最见不得他这哭唧唧的样，狠狠在他胳膊上拧了一下。我说小彻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种渲然欲泣的样子啊？你要是哪天跟我说你出柜了，我都信，拿出点阳刚之气，我都不在乎。你这么在乎做什么？蒋彻耳后偷偷染上红色，仿佛心事被戳中一般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你别胡说，我喜欢。”我眼底染上笑意，一把勾住他的脖梗。好，我知道你喜欢女生，你雇我做女朋友，是因为你有一个白月光，顺便对我精准扶贫。这么多年，我听到耳朵都起茧了。这几年，我为了照顾妹妹，沈婉留下的孩子团，一直在家写书。阴差阳错认识了蒋彻，蒋彻雇自己做他名义上的女朋友，帮他堵住蒋家父母的嘴。我心里是感激蒋彻的，他毕竟拉了自己一把，要不然自己这个百合扑街还不知道能不能养活团。蒋彻扭了扭身体，把我推进了车里。两人离去的方向，谁都没有看到角落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迈巴赫，里面的人把两人的互动看得一清二楚。顾于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眼底却透着怒意，微微颤抖的指尖出卖了他的心。天知道他看到我对着蒋彻笑，心里有多酸。4年，难道性取向都变了？刚从他的船上下来，转头就跟蒋彻打得火热。沈真，你给我等着！阿叔，你的耳朵怎么红了？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娇笑着欺身靠近顾于书。顾雨书羞得满脸通红，闭着眼，睫毛轻颤不去看他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你走开！”我揉了揉顾于书的唇，把药丸压在他的唇边，故作凶狠地说道：“快点把药喝了，要不然我就亲你啦！”顾于书脸涨得通红，小声说道：“女流氓，连女生都不放过。”我凑近笑嘻嘻地说道：“阿叔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喜欢女生哦，况且我只欺负你。”顾于书握着碗的手一顿，也不搭话，仰头喝完了药。他想他定是疯了，听到我这样说，心间竟然划过一丝甜蜜。我接过碗，俯身在他柔软的唇上快速扫过，眼中笑意一闪而过。阿叔真乖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那时的我长发竖起，阳光洒在脸上，洗得发白的衣裳掩不住那晶亮的眸子，神采奕奕，整个人像是在发光。顾于书红着脸愣在了当场，唇上还有那转瞬即逝的触感。20岁的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心动。画面一转，大雨磅礴，顾于书浑身被雨淋湿，长发湿哒哒的贴在额头，紧紧捏着我的衣角，眼神可怜又无助。真，别不要我好吗？我不想回顾家，我只想同你在一起。我一点一点从他的手中抽出衣服，面无表情的冷冷说道：“腻了，懒得伺候你这种大小姐了。”顾于书脸色苍白，神色痛苦，不死心地追着我远去的车，最后扑倒在大雨中。真，不要走！真，我不喜欢男生，我喜欢你。真，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别离开我。真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心口就如针扎一般疼痛，脸上早已糊满了泪水，嘴里一遍遍呢喃着：“阿叔，阿叔！”外面已经大亮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，明明是个好天气，我却还是觉得冷，蜷缩成一团抱住自己，轻声啜泣。雨叔的声音在耳边一遍遍的回响。自从上次遇到于叔，自己最近常常梦到他，每醒来都撕心裂肺的痛。我可以陪你去流浪。床头的电话响起，我揉了揉眼睛，收拾好心情接起电话：“小彻，怎么了？这么快又需要我出场了？”蒋彻带着歉意的声音响起：“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晚有个酒会，要麻烦你同我一起去。你放心，这次肯定不会再发生上次的事情了。”我知道蒋彻心里一直对自己有愧疚，索性决定跟他讲开来：“小彻，你别再这样。上次是我自己愿意的，如果是别人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，你懂了吗？”蒋彻愣在了那里，脑中突然想起，我曾经很认真的说过，自己有一个喜欢到骨子里的女人。他本以为我同他一样是瞎编的，没想到真的有那个人。半晌，蒋彻悠悠地说道：“真，那人是故事的谁？哪位高层？需要我给你制造机会吗？”我苦笑道：“小彻，不要问了，他恨我都来不及，根本不希望我出现在他眼前。不说了，你早点让人把礼服送过来，我弄好直接去酒会与你会合。”蒋彻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：“哎，真，我都有些心疼你了。”我轻笑道：“别迷恋姐，姐真的只喜欢女生。”晚上，卡尔顿酒店，刚一下车，酒店内璀璨的灯光照得我有些头晕。我穿着蒋彻送过来的礼服，一件酒红色吊带短裙，短裙将自己姣好的身材展露无遗，本就不长的裙摆更是分叉到腿部，修长雪白的腿随着走动若隐若现。我今晚特意化了个浓浓的妆，长发披肩，烈焰红唇，有一种张扬又明艳的美。我正准备往里走，突然门口传来一阵骚动，众人簇拥着一个女人朝这边走来。女人身姿挺拔修长，长腿细腰，灯光下虽看不清表情，却也能感受到那凌厉沉稳的气场。我转头望去，一瞬间呼吸停滞，呆在了原地。是顾雨书，我下意识地想要逃跑，手不自觉地扯了扯身上不多的布料，不知为何有些心虚，快速钻进了电梯。电梯门关上的瞬间，一双修长的手伸了进来。“抱歉，顾总里面请。”来人恭敬地对着身后的人说道。顾雨书脚步微顿，神色淡淡，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，走了进来。随后电梯里立刻挤进来好多人。我低垂着脑袋，希望顾雨书没有看到自己。我悄悄往角落挪了挪，想要站得离他远一些，可不知谁却把我挤到了顾雨书的身后。狭小的空间，我几步快要贴到了顾雨书的身上，鼻尖是自己熟悉的清冽香味，我的心不受控制地跳了起来，把头垂得更低了。被熟悉的味道包裹，鼻头忍不住发酸。天知道自己有多贪恋这清冽的味道。7年前，我刚把顾雨书捡回来的时候，
顾于书从不说话，我却极尽可能撩拨他身体的每一处，看他情动，最后被他教训。那时大二，在学校旁边租了个便宜的小屋子，为了挣钱，自己什么活都做。回来累了，就爱搂着顾于书，把头凑在他的脖梗里蹭来蹭去。那几年自己最爱说的话就是阿叔，我好喜欢你的味道。一开始雨叔会由着自己胡作非为，有时候我闹得过火了，雨叔也会翻身将自己压在沙发上。黑暗中，雨叔会一点一点撩开自己单薄的衣裳，虽然耳垂红的滴血，手上却不甘示弱地教训着自己，直到我喘着求饶才会被放过。曾经耳鬓厮磨、温柔缱绻的画面，渐渐与眼前这个冷淡疏离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重合。在我的争中电梯到了，众人拥着顾于书往里走去，我慢慢地望着那背影，心中酸涩难耐。真真，这里，蒋彻眨巴着清澈的大眼睛，在门口对着我挥手大喊着。一瞬间，自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我强自镇定，唇角含着盈盈的笑意，无视众人打量的目光，款款走到蒋彻身边，挽住了他的胳膊。我面带微笑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小彻儿，你可以小声点吗？”蒋彻一副了然的表情，凑到我耳后，悄声说道：“明白明白，你的白月光是不是在这里？到底是顾氏的哪一位啊？高管中女的还是蛮多的呢，是钟离、杨乐儿，还是……”我狠狠在蒋彻腰上拧了一把，猜得很好，下次不要猜了。两人闹着准备找个没人注意的地方炫炫美食，然后撤退。蒋氏如今在 A 市只是个小公司，蒋彻也没有心思去拓展，能守着这份家业安稳到老，他就满足了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遇到一个让他心动的人，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由于早就知道自己喜欢男生，一直以来他怕被父母朋友当成另类，从没有说过。如今知道我跟他是同类，莫名的对我有种亲近的感觉。我看着时不时对自己微笑的蒋彻，头皮有些发麻。总觉得这富二代有种清澈的愚蠢，难怪叫蒋彻。顾于书慵懒地坐在一旁，目光沉沉地盯着蒋彻和我的方向，眼睛微眯着，看着两人的那些小动作，浑身气场更冷了几分。一旁不明所以的众人纷纷战战兢兢，都以为是自己的哪句话惹大佬不高兴了。要知道，顾于书虽然是女人，手段却极其狠辣，比那曾经的顾老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负责人擦了擦额角的汗问道：“顾总，怎么了？可是有哪里不满意？”顾于书收回目光，冷冷道：“没事。”一旁的蒋彻突然打了哆嗦，这空调怎么低了几个度，让他觉得浑身有些冷呢？有人瞧着顾于书望着蒋彻那边，以为他喜欢蒋彻那样阳光青涩的大男孩，连忙笑道：“顾总刚回国，恐怕还不认识，那是蒋氏的公子蒋彻，没多大能耐，守着他爸的公司吃老本。”顾于书心中酸涩难耐，面色阴沉，似要滴出水来，并不回话，只是淡淡收回目光。另一边的我百无聊赖，小心地观察着远处的顾于书。旁边的人似乎一直在同雨书说话，大部分时候他都在低头倾听，偶尔回复两句，冷淡又疏离，是雨书一贯的风格。可我知道这样金贵冷淡的人，动情时有多么炽热与疯狂。我苦笑，再见雨书，心还是不受控制的乱了。可是又怎样呢？自己跟他相差了太多，那几年的相处本就是意外，现在这样遥遥相望才是正轨。想到此，我只觉得眼眶发酸，痛得呼吸不上来。这些年自己过得并不好，却再也没有一个顾于书陪自己熬过来了。我苦笑一声，起身去洗手间。顾于书眼角扫到那抹艳丽的倩影，往后门走去，对助理楚佩使了个眼色，立刻跟了上去。和前女友相遇的第一天，我就被抵在了墙角，他欺身压下：“宝宝，你不乖哦。”而此刻，我的手腕被人狠狠扣住，举过头顶，双腿被分开抵住，整个人被死死压在了洗手台上。我惊呼声还未出口，就跌入了一双漆黑幽深的眸中，周身都是他冷冽的气息。我正在原地，心如擂鼓，傻傻地望着面前的人。他眉目依旧，高挺的鼻梁，深邃温柔的眼睛，好似他还爱着自己一般。顾于书捏住我的下巴，再也忍不住这一晚上的折磨，霸道又强势地吻了上去。4年，顾于书从不敢忘记我带给他的痛。沈真没有心，可是他有。我觉得自己就如溺水的人一般，只能无助地贴近雨书。快要呼吸不上来时，顾于书终于放开了我。我这才发现，于书眼底不含一丝温情，正居高临下打量着自己，淡淡扫过我的每一寸肌肤。我心口微痛，今日本就穿得少，被雨书这般看着，更是让自己有种为着寸缕的感觉。手被雨书禁锢着，只能不安地扭了扭身体。雨书一把将我抱到了洗手台上，整个人俯身圈住了我，手掐在我的腰间，讥笑道：“沈真，蒋彻给了你多少钱，才让你留在他身边？”我低声呢喃：“不关你的事。”顾于书一想到蒋彻可能搂过我的腰，就烦躁的厉害，手不断在腰间摩挲，低哄道：“我比他有钱，到我身边来。”我错愕地瞪大眼睛，沉默着不想回答他，同他待在一起让自己很是难耐，忍不住低喃道：“让我出去。”顾于书猛地提起我的腰，两人贴得极近，雨书的呼吸拂过我的鼻尖，引得我微微颤抖。雨书的眸底氤氲着怒气，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受伤，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。真真在里面吗？我们要回去了。蒋彻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顾于书不待我回答，捏着我的下巴俯身吻了上来，唇齿纠缠在一起，我忍不住发出低低的暧昧声音：“乖，小点声，你男朋友还在门外呢。”顾于书放开我，手指摩挲着我红肿的烟唇，漆黑的眸中都是戏谑，坏心眼地说道。我眼中满是恐慌，不想给蒋彻添麻烦，身体轻轻挣扎起来。我的挣扎落在雨书的眼中，就是为了蒋彻在拒绝他，嫉妒、愤怒在心中爆发。他将人狠狠抵在身后的玻璃上，吻了上去，深入脚洞。外面蒋彻找不到我，心中有些担心，怀疑我是不是去大门处了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给他打电话：“我可以陪你去流浪。”电话的音乐声在卫生间响起，我吓了一个机灵，眼中盛满泪水，撑着洗手台的骨节泛白。顾于书任由电话响着，轻轻含住我的耳垂，低声问道：“沈真，他吻过这里吗？”我颤抖着身体，眼角都是情动之后的红，娇娇软软的回道：“没有，从来都只有你一个。”一开口才发现声音早已哑得不成样子。
顾于叔把我搂得更紧了一些，两人几乎紧紧贴在一起。他含含糊糊地问道：“你这么会骗人，我能相信你吗？”我狠狠地在他的脖颈上咬了一口，赌气似的说道：“没有就是没有，信不信随你。”雨叔轻笑一声：“那我现在算什么？小三吗？”我气笑了，试探地问道：“怎么顾总一会儿要包养我，一会儿要做我的小三，这是对我念念不忘吗？”顾于叔捏着我的下巴，眼中是他一贯的冷漠疏离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也配。”一瞬间，我的眼眶就红了，心就好像被人揉碎丢入谷底，没来由的很委屈，不想在雨叔面前哭，偏过头去躲避着他的钳制，狠狠说道：“你放开。”雨叔指腹轻轻扫过我泛红的眼尾，嗤笑道：“沈真，你哭什么呢？当初不要我的是你，说狠话的也是你，你有什么可委屈的呢？”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干涩：“是啊，哭什么呢？”我这才真正意识到，面前的顾于叔早就不是那个舍不得自己掉泪的人了。我吸吸鼻子，倔强地说道：“是啊，我有什么委屈的呢？顾总可以放我走了吗？我男朋友还在等我。”雨叔漆黑的眸中怒意翻滚，唇抿成了一条直线。男朋友3个字很是刺耳，手上力道不断加重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男朋友。”沈真，你是懂戳我心窝子的。是谁当初跟我说只对女生心动？我咬着牙不说话，就如一头小兽一般与雨叔对峙着，湿漉漉的眼睛好似在默默控诉他，白皙的下巴上红了一片，愣是一声不吭。于叔心口一滞，他受不了我这个眼神，忍住想把我拥入怀中的冲动，有些狼狈地走了出去。雨叔走后，我依着墙身子慢慢滑落，眼泪再也忍不住，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。自己的人生总是身不由己，唯一的一次任性，就是在大2那年捡回一个叫顾于叔的漂亮姐姐，在无人的深夜，一遍遍地大胆说着爱她。其实自己这种从未被爱过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爱呢？当初妹妹沈婉未婚生子，团团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自己迫不得已拿了钱救下妹妹和团团。可是沈婉生完孩子不久就偷偷走了，这些年自己一边写文一边照顾团团，日子过得很是艰难。前不久外婆查出胃癌，在医院住着，外婆是那个重男轻女的家里唯一对自己好的人，自己不能不管外婆，日子过得这样苦，苦到我没有办法想爱情，相比于感情，自己更需要的是活下去。蒋彻听着厕所方向好像有声音，想要回去看看我是不是在那里。蒋总，顾总让我先送您回去，顺便给您说一下合作的事情。楚佩此时走了过来，恭恭敬敬地说道。蒋彻愣了一下，心中不禁感慨，顾氏的工作效率就是高啊，这种时候还要谈合同，可是想到来之不易的合作，又不敢得罪人，心里又有些担心我。楚佩像是知道他的心思，瞥了一眼厕所的方向，淡淡说道：“蒋总放心，您的女伴我们会安全送回去的。”蒋彻点点头，心里对顾氏更加有好感，大公司就是不一样啊。随即挂了电话，给我发了信息，笑嘻嘻地跟着楚佩走了。我从厕所出来，才看到蒋彻发的信息，心里把他和顾雨叔骂了800遍。这酒店位置偏远，车根本不好打，自己今天穿的少，晚上温度骤降，冷得我瑟瑟发抖。我一边搓着手，一边哆哆嗦嗦地打开叫车软件，悲催地发现已经10几分钟了，还是没有一辆车接单。突然一件外套罩在了自己的身上，周身被熟悉的香味包裹，我站在原地，盯着顾于叔修长挺拔的背影，微微出神。跟上，送你回去。顾于叔淡漠的声音响起，我小心翼翼捏了捏衣角，抿了抿唇跟了上去。车内狭小的空间让我有些坐立不安，一旁的顾于叔闭着眼，长腿交叠，金贵又疏离，一副不想理自己的样子。我稳了稳心神，知道雨叔不想理自己，为了避免自讨没趣，我小心地同司机说道：“盛世家园，麻烦了。”顾于叔眉头急不可闻地微蹙了起来。盛世家园是 A 市有名的老小区，环境很乱。雨叔闭着眼，嗓音沉沉地说道：“你跟了蒋彻，他就让你住那里？”我木着一张脸，低低应了一声：“友情饮水饱，不劳顾总烦心了。”我心中酸涩，不再理他，只是扭着头望向窗外，车窗上倒映出雨叔的侧影，同以前相比，他要成熟许多，整个人多了几分禁欲和冷淡。车内隔板不知道什么时候升了起来，雨叔扳过我的小脸，整个身体压了过来，眼里是遏制不住的怒意，沉声问道：“好一个友情饮水饱，你为了他都能爬上我的床，他蒋氏的合同有多少？是你睡回来的？”我不可置信地望向于叔，指尖颤抖，怒气冲冲地吼道：“顾于叔，你下流！”雨叔紧紧扣住我挣扎的双手，逼近我的唇，两人鼻尖几乎贴在一起，灼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脸上，一只手不安分地伸进我单薄的裙子里，一路向上，嗓音暗沉暗哑，带着蛊惑：“再陪我一晚，我可以加大对蒋氏的扶持。”我眼尾泛红，眼泪慢慢从眼角滑落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带着哭腔无助地说道：“顾于叔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”雨叔柔软的唇扫过我湿润的眼尾，愣了愣，沉默着坐了回去，直到回家也没有再弄我。顾氏集团，顾雨叔听楚佩汇报完工作，淡淡说道：“好，就这样说，与蒋氏的合作你亲自跟。”楚佩点点头，好的总裁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楚佩拿着东西正准备转身离开，顾于叔突然喊道：“等一下！”楚佩恭敬地转身，等着他的指示。只是顾于叔一直不说话，手中拿着一支钢笔，一下又一下轻轻敲着桌面。楚佩愈发惶恐，额角慢慢沁出冷汗，心中直打鼓。工作应该都汇报完了呀，难道有什么地方总裁不满意？要知道顾于叔对于工作一向严格，他们交上去的材料都要反复检查。顾于叔神色有些不自然，轻咳了一声：“那个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想知道怎么不动声色的把别人的女朋友追到手。”楚佩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脑中划过蒋彻那清澈干净的眸子，不知怎么不想看到那双眼睛受伤，随即面色如常地回道：“顾总，我是说您朋友这样不太好吧？”顾雨叔烦躁地捏了捏鼻梁，挥了挥手让他下去。他仰面窝进了身后的椅子里，心中嗤笑自己真是疯了，果真一遇到我他就理智全无。顾雨叔面前的电脑上明晃晃地记录着他前面的搜索：如何做别人的小三，怎样才能成功撬墙角，追回前女朋友的几率有多大。
我这几日医院家里两头跑，待在家就是不停的码字，自己的书一直不温不火，只能勉强度日。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自由一些。我码完字对着电脑发呆，其实只要仔细看，文字里始终逃不开于叔的影子。这几年我用另一种方式，在故事里给自己和于叔写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结局。可是有谁知道，现实中的我们早已形同陌路。我苦笑一声，摸了摸桌上于叔的照片，轻声呢喃道：“阿叔，这次的故事你喜欢吗？”回应自己的只有滴答的钟声，孤独寂寥。我并不在意，拍拍脸颊，起身换好衣服，出门去接团团。最近因着外婆生病，团团都住在好友江鱼那里。江鱼同自己是大学时期的好友，他是民族舞老师，毕业后两人一直联系，他时不时帮着自己照顾团团。前几日，江鱼带着团团去外地参加舞蹈比赛，晚上约着一起吃饭。江鱼选了个高档餐厅，美其名曰比赛得了奖金，要带自己去见见世面。我到的时候，江鱼同团团已经到了。妈妈，我好想你。团团一见到我就扑进我怀里，紧紧抱着自己。我被团团撞得一个趔趄，搂住怀中的小人，宠溺地说道：“团团，跟阿姨在一起乖不乖呀？”团团靠着我认真地说道：“可乖了，阿姨的朋友们都很喜欢我。”江鱼撩了撩胸前的长发，狠狠揉了揉团团的脑袋。那是大美女和小美女一起，有人不喜欢吗？团团吐了吐舌头，对着我眨眨眼，自恋。团团把我拉到面前，伏在自己耳朵上，小声说道：“妈妈，我跟你说，阿姨这次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女，缠着人家好几天了。”江鱼屈指在团团的脑袋上敲了下。什么叫缠？我那是提前行使我女朋友的权利。我微微张大嘴巴，小鱼你。江鱼眨了眨眼睛，点点头。这次给我们颁奖的嘉宾，故事高管叫钟离，你是没看到，那窄腰长腿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，哼哼，我一定要把她拿下。我无奈摇了摇头，江鱼就是这样，活泼有生机，喜欢就去追，厌了就分手，敢爱敢恨，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，不像自己，现在回忆里没办法走出来。江鱼过了一会儿，小心翼翼说道：“真真，我听说顾于叔回国了。”我拿筷子的手顿了顿，睫毛下垂，轻轻嗯了一声，见过了。江鱼觑着我的脸色，那你对他当年我们在一起时的腻歪，分手时候的惨烈，他都是知道的。这些年我心里也一直有他，所以才那么轻易同意假扮蒋彻的女友，也是给自己挡那些不必要的桃花。我面色如常的给团团擦了擦嘴角，喉间苦涩。小鱼，他是顾氏集团的顾于叔，不是出租屋里的小哑巴。我同他已经分手了，我现在爱他也好，放不下他也好，都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同他没有关系。江鱼叹了口气，真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他有权利知道当年的真相？我眸光微动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然后让他负担外婆和团团的医药费。小鱼，我说不出口。江鱼不再说什么，知道我倔强，自尊心强，劝不动。想着哪天找钟离打听打听顾于叔那边的态度，江鱼真的不忍心看着我继续自苦下去。吃完饭，团团蹦蹦跳跳的走在中间，一手拉一个人，三人走在一起，很是养眼。电梯门开了，我抬眸愣在了当场。电梯里的人长腿细腰，剪裁合身的西装，更是将他的好身材展露无遗，薄唇紧抿，漆黑的眸子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妈妈，是照片上的啊！团团指着雨叔，软软糯糯地说道。我吓了一把，捂住他的嘴巴，轻喝道：“团团，别乱说。”江鱼拉着两人进了电梯，捏了捏团团的小脸，揶揄道：“小团子，安静。”狭小的空间一下让我很有压迫感，下意识握紧团团的手。团团不明所以，继续奶声奶气地说道：“妈妈，我好喜欢你和阿姨呀，我们三个能永远在一起吗？”顾于叔闻言，眼神像是淬了冰，盯着三人牵在一起的手。江鱼感觉到那冰冷的视线，故作镇定地捏了捏团团的脸，笑道：“好啊，阿姨保护你们。”我手心已经出了好多汗，煎熬地等着电梯。叮一声，我立刻拉着团团匆匆走出电梯，还未走远，胳膊就被人从后面大力地拽住，整个人被拉着往前走。妈妈！团团急得想要追上去，被江鱼一把拉住。团团，别去，跟阿姨走，妈妈现在有事。可是照片阿姨看着好吓人，她是不是坏人啊？团团有些担心地说。江鱼把小人抱起来，点了点他的小鼻头，暧昧不明地望着两人的背影，笑道：“不会的，那个阿姨只是吃醋了。”顾于叔拉着我一路走到车旁，拉开车门就把我甩了进去。我狠狠跌进座椅里，怒目圆视，吼道：“顾于叔，你干嘛？”顾于叔一声不吭，俯身压了进来。和前女友相遇的第一天，我就被丢到车上，还要被吃干抹净了。而此刻，他欺身压下，逼仄的空间里，两人几乎贴在了一起，漆黑的眸中藏着汹涌的怒意。沈真，你到底要勾搭多少人？我眼圈微红，手上推着于叔，双腿胡乱踢着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江鱼是我的好朋友。怒火几乎把顾于叔淹没，他呼吸沉沉，眼底尽是寒意，双手死死扣住我的手，举过头顶，修长笔直的双腿同我的纠缠在一起。于叔极力克制着自己，不要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，冷着声音道：“孩子哪里来的？”我睫毛轻颤，眼中氤氲起雾气，直直地望向他的眼中，颤着声音道：“沈满的。”于叔的神色这才放松开来，吻随即细细密密地落了下来。我挣扎不开，只能默默承受着一切。裙子不知何时被推到了腰间，接触空气的一瞬间，我更紧地贴近雨叔，害怕地恳求道：“别，阿叔，求你不要！”都呼吸纠缠间，这一声阿叔让雨叔的心颤抖不已，甚至有想哭的冲动。4年了，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声音，终于再听到了。理智顷刻倒塌，雨叔只知道想要把身边的人留下，我骗他也好，在乎他的钱也罢，只要我能在身边。雨叔俯身将我搂得更紧了些，低声诱哄道：“同那些人断干净，跟我。”我垂在两侧的手握紧了身上的裙子，眼泪滚落了下来。曾经自己每打工回来，都会扑进于叔怀里撒娇哼唧，那时我总会说：“阿叔，等我有钱了我就包养你啊，你什么也不用做，只要待在我身边就好。”眼前这个金贵疯狂的顾于叔，终归不是当初出租屋里的小哑巴了，他可以把包养说的这样随便。我带着哭腔回道：“顾总，这又是玩哪一出？
指腹扫过我泛红的眼尾，神色晦暗不明地望着身下的人。雨舒轻笑出声，没什么，没玩够，总想弥补一些遗憾呢。毕竟是你让我知道，原来我还可以对女生动心。我眼中尽是痛苦，颤着声音说道，我要是说不呢？雨舒加重了手上的力道，眉头微皱，你没有资格说不，你也不希望江鱼和那个小女孩过得不如意吧？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你，顾雨舒，你卑鄙！四目相对，顾雨舒唇边漾起一丝冷笑，薄薄的唇扫过我的脸庞，继续哄道，卑鄙！陪我一段时间，等我腻了，放你走，钱不会少你的，很划算的，真真。我无力地垂下了手，是啊，为了钱自己都假扮成蒋彻的女友，换个雇主而已，有什么可矫情的呢？况且顾氏在 A 市只手遮天，自己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格。还有一点我不愿承认，我想要靠近自己的光，哪怕只是一时的，自己也贪恋他给的温暖。我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，那这段时间我能把团团带在身边吗？雨舒蹭着我的颈窝，含含糊糊地回道，住到我家去收拾东西，还是我买新的，反正等会儿也是要去买些卫生用品。我的脸微红，结结巴巴回道，回家收东西。雨舒让司机把车直接开到盛世家园，没一会儿便停在昏暗的小巷子外边。雨舒皱着眉看着巷子入口，迟迟没有下车。我拉开车门，斟酌着说道，那个确实有些黑，我自己回去就好，你在这边等我。说完自顾自地往家跑去，还未走远，胳膊就被雨舒拉住，微凉的手被包裹进了一个温暖的掌心。这么黑，我陪你。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来，眼眶发酸。4年了，那个曾经说陪自己的人又回来了。即便他们现在是这种关系，我微微偏头看着于舒，黑暗中薄唇紧抿，鼻梁高挺，依旧好看。只是如今多了份淡漠与疏离，却还是让我沉沦。我小心地握住他的手，轻声回应道：“到了家门口，我背对着雨舒开门，月光洒在我单薄消瘦的肩膀上。雨舒皱着眉，心没来由的抽痛。这4年我就住在这样的地方，当初分开时要的钱呢？为什么不多要一点？还有蒋彻就是这么对待女朋友的。”雨舒慵懒地靠着墙，嗓音低沉暗哑，缓缓说道：“真真，我刚刚不是不愿意陪你过来，我只是在庆幸这么黑的巷子你走了4年，庆幸这4年里你没有遇到坏人。”我怔中片刻，愣在了那里，唇角不知何时悄悄勾了起来。进来吧。小小的屋子被我打扫得整洁温馨，一如几年前他们那个小家一样。雨舒一进屋就看到了电脑旁的那张他的照片，照片里他站在樱花树下，长发飞扬，少了几分凌厉，多了几分温柔与张扬。雨舒不禁嗤笑，原来在我身边的他是这样的。我顺着他的眼光也注意到了那张照片，立刻奔了过去，一把照片扣在了桌子上，结结巴巴解释道：“那个你要不要先坐一下，喝点水？”雨舒收回目光，什么也没说，坐到了沙发上。我从冰箱里拿了苹果汁，这个还是你从前爱喝的口味，只是没有提前拿出来，会有些冰，你胃不好，过一会儿再喝。雨舒接过果汁，手指扫过每一个字，额前的碎发掩住眸中的神色。那时候他的嘴很挑，胃不好，我总是想方设法的给他做好吃的，虽然没钱，却把他照顾得很好。现在呢，我还会在乎他吃的好不好吗？那个，我收好了。没一会儿，我推着箱子出来，我没有几件衣服，多数都是团团的东西。雨舒起身一把拉住我，把我压在了沙发上，手扫过我耳边的长发，漆黑的眸子闪烁着不知名的情绪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现在都不想叫我的名字了吗？我傻傻地望着他，心跳加快，脸上泛起一丝红晕。顾总，雨舒额头贴着我的额头，你也是这样叫蒋彻的吗？我垂下眼睫，轻轻扫过他的脸颊，淡淡说道：“不过同蒋彻只是名义情侣，他也帮了我很多，你不要再说他了。”雨舒唇边扬起了笑意，低低问道：“为什么还留着我的照片？”我心虚地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就忘记收。”话还未说完，雨舒的吻就落了下来。他其实想问的是，你留着我的照片，是因为还爱我吗？他不想听什么忘记收起来的鬼话。这些年我过得不好，他又何尝过得好呢？昏暗的灯光下，交叠的身影，微微颤抖的指尖，无不昭示着内心的渴望。回别墅的路上，我一直低着头给蒋彻发信息。自己既然换了雇主，总该跟前雇主解聘才是。是彻不是哲啊，简直受到了10000点暴击。我去哪里再找个女朋友啊？是真真啊，小彻，真的对不起，改天请你吃饭赔罪。是彻不是哲，我不管，我就要你假扮我女朋友，别人我不放心。他们不仅想卷我的钱，还想缠我的身子。我偷偷看了一眼闭目养神的雨舒，默默地打下一行字：是真真啊，汗颜，小彻。实在不行让小鱼儿上，我觉得我现在的金主恐怕不允许我是二主。是彻不是哲，你，前有白月光，后有金主，哪里还有我的位置？我生气了，不请我吃个10顿8顿，这事儿过不去。是真真啊，金主就是我的白月光。去，等我这个月稿费到账，请你吃沙县小吃，嘎嘎香。就这样说，拜。我收好手机，乖巧地坐在于舒身侧。到了别墅后，雨舒将我的行李放到了主卧，先去洗澡，等会儿再收拾。我点点头，乖巧地进去洗澡。浴室很大，镜子里映出自己含羞带怯的双眼，水润嫣红的唇微微有些肿。我小心地抚上唇，明明接吻过很多次，可每一次亲吻还是会让自己颤抖不已，会让自己产生一种于舒还爱自己的错觉。我使劲拍了拍脸颊，立刻赶走不该有的想法。我洗完澡出来，雨舒早已洗过，拿着书鞋躺在床头，微湿的发丝搭在脸上，高挺的鼻梁上还挂着雾气，真丝裙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，一双雪白笔直的长腿随意地交叉着，整个人慵懒又随意。我的心砰砰乱跳起来，不敢前进，眼神不自觉地乱瞟，发现床头还摆着各种口味的用品，红晕从脖颈慢慢爬上了脸颊，整个人就如一只煮熟的虾一般，愣在了那里。雨舒见我站在浴室门口一动不动，放下手里的书，拍了拍身侧的地方，眼底幽深，低声说道：“真真，过来。”
嗓音沉沉，我莫名听出了温柔的味道，轻咬着下唇，慢慢走了过去，小心地贴着于叔躺下来。于叔的身侧凹下去一块，鼻尖是熟悉的馨香，手自然地环在了我的腰上，将我整个人带进了怀里，无所依傍的心终于安定下来。于叔揉着我腰间的软肉，低声说道：“钱刚刚转给你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就同我说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头埋在他的怀里，不变情绪。两人现在这种关系完全由于叔主导，自己想不通于叔现在的心思，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羞辱自己吗？我不知道答案，自己有什么资格想那么多呢？毕竟当初是自己伤害了他。于叔捏了捏我腰间的软肉，戏谑道：“怎么，没有表示吗？”我心一横，羞辱就羞辱吧，毕竟自己真的很缺钱，傻子才会跟钱过不去呢。我仰起头，柔弱无骨的双臂轻轻圈住于叔的脖颈，睫毛轻颤，闭着眼睛直直地吻了上去，唇上传来柔软的触感，鼻尖尽是我的清香。于叔依旧一动不动，任由我声色的探索，纠缠在一起，感受着我的热情。这4年他想了很多次，他后悔了很多次，终于我又回到他身边了。我觉得自己快要呼吸不上来，想要退出时，腰被于叔搂住，整个人几乎贴在了他的身上，灼热细嫩的肌肤相贴，烧得人心间颤抖。夜很长，一世旖旎，温柔缱绻，不知餍足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腰都不是自己的了，心中忍不住暗骂于叔不做人，虽然花了钱了，也不能这样弄他呀。我揉着腰下楼，于叔已经不在家，只有保姆张妈一人。张妈一见我下来，就高兴地招呼我吃早饭，小笼包、春卷、小米粥都是曾经自己最爱吃的。张妈见我发呆，笑道：“沈小姐，您快些吃，这都是小叔走之前吩咐的，说都是你爱吃的。”我心口一暖，他还记得自己爱吃的，是巧合吗？心底不该有的念头又冒了出来，我立刻阻止自己不要多想，我怕等雨叔咽了，自己没办法收场，毕竟人生还很长啊。我小口的喝着粥，小心地问了张妈很多雨叔平常的生活。张妈一一作答，这小丫头还是关心小叔的。最后张妈重重叹了口气，望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摸摸脸，小心地问道：“张妈，怎么了？有什么话您就直说。”张妈拉着椅子坐在了我身侧，略带薄茧的手掌附在了我的手臂上，温温热热的，很暖。沈小姐，我照顾小叔已经20多年，早就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孩子，今日就厚着脸皮说2句，您别怪我老太婆多嘴。小叔的妈妈走得早，他爸爸后来再娶，生了弟弟。当年小叔被绑架，也是得你相救才熬到老爷子回来。4年前小叔回顾家后，在国外消沉了很长时间，他不吃不喝闹着要去找你，找不到你甚至自残过一段时间，老爷子不准他回国，直到给他听了你收钱的录音，小叔才消停下来。这4年，小叔过得并不好。小叔他从小就没人关心他，他心里苦。丫头，你不要看他现在对你冷冷淡淡的，但我老太婆知道，他呀心里放不下你。若是他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，说了什么狠话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那孩子惯会口是心非。我眸中升腾起雾气，指尖微动，心如刀绞，就像被人在心上撕开了一道口子，痛得他快要呼吸不上来。雨叔他自残，自己给他的伤害这样大，自己现在还有资格去弥补吗？他们还能回到原点吗？张妈见我面露痛苦，一直沉默着不说话，继续叹道：“小叔啊，这几年一直靠工作麻痹自己，常常不吃饭，今天早饭也没吃，中饭晚饭也不知道会不会吃，他那个胃呀，经常疼。”我一怔，脑中闪过雨叔苍白的脸。从前雨叔就很挑嘴，很多东西都不吃，胃就很不好，疼起来的时候都是满头大汗。4年过去了，还是这样不爱惜身体。一上午，我坐在电脑前频频走神，写了又删，删了又写，最后终于认命地走进了厨房。张妈偷偷拍了我在厨房忙碌的照片，给雨叔发去，告诉他中午有人送饭。顾氏集团。雨叔收到张妈的信息，淡漠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算我有点良心，还知道心疼他。一旁汇报工作的楚佩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这顾总笑得有些瘆人啊。那个顾总，老爷子今早打电话过来，说楚小姐回来了，说是先祝您呢。楚佩话音未落，外面就传来高跟鞋哒哒哒的声音。楚是于叔的表妹，在国外就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知道他这4年所有的事情，大大咧咧，男女通吃。舒姐姐，爷爷让我回来监督你按时吃饭，按时吃药。娇滴滴的一道声音响起，一头长卷发，烈焰红唇，身材火辣的楚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。楚佩愣了下，垂下眼帘，想要快速退出办公室。对于这种浓颜美人，她天生发怵。楚长腿一横，在门口扯住他的领带，一下把人推到了墙上，整个人压了上去，轻佻地说道：“帅哥，加个微信啊。”楚佩身体紧绷，对于女生的突然靠近让他无所适从，幽深的眼底厌恶一闪而过，干笑道：“楚小姐，请自重。”楚过来，别胡闹。雨叔冷着声音说道。楚睨了雨叔一眼，悻悻地松开楚佩，切，无趣。顾总，那我先下去了。楚佩打了声招呼，立刻走了出去。楚提着小巧的手提包，扭着腰坐在了雨叔的办公桌上，眼神放肆地打量着他。深邃的桃花眼，高挺的鼻梁，好看的薄唇，长腿细腰，简直是极品帅气。只可惜这个极品是他的表姐。唉，造孽。楚略带遗憾地凑近雨叔，叔姐姐，你说你要不是我姐多好啊，我肯定泡你。雨叔眸光微动，眼底一片寒冷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我要不是你姐，你猜你现在人在哪里呢？信不信直接给你丢出去？”楚举起双手，别，我信，我这次过来，爷爷交给我2项任务，一是呢，监督你好好吃饭，好好吃药；二是呢，监督你不要再着了那个渣女的道。雨叔抿着唇，眼中带着愠怒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再多说一句，现在就可以出去了。他根本不需要吃药，沈真就是他的药。”
无论沈真怎么样，他都要他在身边，绝不允许旁人多说一句，哪怕那个人是他的亲人也不行。楚楚被他的气场震慑到，缩了缩脖子，小声嘀咕道：“爷爷说的果真没错，你就是对那个渣女念念不忘。”于叔微眯起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楚。”楚楚双手搭在他的肩上求饶道：“好，我不说，叔姐姐别生气，大不了晚上我请你吃晚饭，怎么样？”雨叔往后倒在椅子里，拍了拍他的手，淡淡道：“可以。对了，这几天我要住你家。”不行，于叔想也没想拒绝了。顾于叔，你再这样我告诉爷爷了呀！你是金屋藏娇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让我住？楚楚凑到于叔的面前，两人几乎贴在一起，打量着雨叔的脸，想要发现什么破绽。雨叔像是想到什么，唇边含了笑意，眉眼温柔，低低笑道：“家里确实有只不省心的小野猫。”我提着食盒来到顾氏前台，像是早就得到消息，引着自己到专属电梯面前。总裁在12楼，您可以直接上去。我礼貌的点点头，随着电梯不断上升，想到马上就能见到他，心不禁去了起来。我轻手轻脚来到办公室门口，想要给雨叔一个惊喜。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依稀可以看到顾于叔唇边含笑，慵懒地窝在椅子里。一个长相娇媚、五官精致的女人坐在他面前桌子上，女人臀部被短裙包裹着，魅惑至极。两人靠得极近，女人不知说了什么，雨叔唇边笑意愈甚，满眼温柔地点点头。一瞬间，我的呼吸好似停滞，捏着食盒的手不断收紧。和前女友相遇的第一天，我就被丢到了船上，还被吃干抹净了。而此刻，我端着亲手做的饭盒，站在办公室门前，却撞见他和一个长相娇媚女人谈笑打趣，独处一室。一瞬间，我的呼吸好似停滞，捏着饭盒的手不断收紧。雨叔的笑刺得我眼睛疼。重逢后，他从未这样放松的笑过，像是有针密密麻麻的扎在心里，酸涩难耐。这是谁？他们什么关系？我心口酸痛，强迫自己不要想，自己有什么资格去吃醋呢？我默默地退了出来，提着食盒，失魂落魄地躲进了洗手间。镜子里的人衣着普通，身材一般，跟于叔面前的人没办法比。我苦笑一声，现在的雨叔选择那样多，可能很快就会腻了吧。这段时间自己会好好待在他身边，至少等雨叔腻了，自己可以体面地离开，不再背负愧疚，不再背负思念。总裁，刚刚有位沈姑娘上来找您。前台见我上去，立刻给雨叔打了电话。你可以走了。雨叔面无表情地对楚楚下了逐客令，起身去外面迎沈真。我压下翻滚的醋意，收拾好心情，提着食盒重新走了过去。还未到门口，就看到于叔走了出来，下意识望向他的后方。于叔接过我手中的食盒，拉着自己往办公室走去。楚楚撩了一下胸前的长发，啧了一声，娇滴滴地说道：“舒姐姐，让人家走是因为来了别人啊。”我有种被正妻抓现行的感觉，垂着脑袋，心中惴惴不安，真怕这娇艳美女突然冲过来暴打自己一顿。我忙不迭地回道：“那个，我是顾总最近新雇的营养专家。”楚楚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有意思，这是什么新玩法 ？cosplay。楚楚一秒入戏，暧昧不明地说道：“营养专家呀，我也很需要呢，加个微信呗。”雨叔不满地睨了楚楚一眼，冷冷开口道：“你可以回去了。”楚楚瞪了雨叔一眼，切，小气鬼，走就走，别忘了晚上一起吃饭。说完，楚楚就扭着纤细的腰肢走了。雨叔淡淡的点点头，快去吧。我在一旁将两人的互动看在眼里，心就像是被醋泡了一般的酸。他们晚上还要一起吃饭，他们进展到哪一步了？吃过饭会去干什么呢？我甚至还有些无地自容，明明自己只是雨叔一时的消遣，怎么这样在意他有没有别人呢？即便4年前的雨叔还在意自己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可能还原地踏步，一直等着自己呢？自己真是昏了头了。早上听张妈一说就过来送饭，雨叔可能根本不需要。楚楚走后，我一抬头就撞进了一双漆黑幽深的眸子里，心口一滞。雨叔面无表情地提着食盒看我，好看的眉微微拧着，似笑非笑地开口道：“我倒是不知道，我什么时候花钱请了个营养专家。”我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说，心中忍不住腹诽，总不能说我是你包养的金丝雀吧？就这样子的金丝雀，说出去也不嫌磕碜。雨叔打开食盒，微微一愣，刚刚阴郁的心情一扫而空，唇边挂上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，里面都是他爱吃的菜。原来我都记得，这个认识让他心间暖暖的。于叔去休息室给我拿了碗筷，随意说道：“一起吃一点。”我乖巧的点点头，其实自己已经吃过了，但是我知道于叔有个臭毛病，不爱一个人吃饭，总喜欢有人陪着一起吃。我抱着碗看着对面的雨叔，想到张妈说的话，小心斟酌着开口道：“阿叔，我是说那4年你过得好吗？”雨叔吃饭的动作顿了顿，并不回答，只是淡淡说道：“怎么，终于想到关心我了？”我抱着碗脸几乎要埋进碗里，小声说道：“我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你能好。”于叔淡淡说道：“不好，那4年我一点也不好。你可能不知道当初我有多恨你的无情，说爱我，转头又抛弃我。沈真，你的心真狠。”我身体一僵，再不敢说话，沉默地抱着碗认真吃起饭来。当初抛弃他是真的，即便重来一次，自己还是会选择拿钱就团团，我无从辩解。况且没法开口，至今都记得雨叔爷爷那厌恶的眼神，他讨厌自己把他的孙女带坏了，让孙女喜欢上女生。阳光洒在我纤长的睫毛上，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眸子，此时专注又认真，柔软嫣红的唇一张一合，莫名看得雨叔有些渴。他不得不承认，那点恨与我在身边的满足和温暖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真，嗓音低沉，温柔缱绻，仿佛在唇齿间细细咀嚼，才喊出声。我捧着碗，傻愣愣的抬头，柔软的指腹立刻贴在了我唇角，缓缓移动，按压。雨叔微微倾斜着身体，动作轻柔，眼神温柔认真，仿佛面前的人是他心爱之人。周遭的一切都静止了，我克制住不让自己胡思乱想，可自己的心却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，耳后早已染上红色，手悄悄地捏紧了筷子，结结巴巴回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雨叔眸光沉沉，若无其事地收回手，没什么，唇角沾了颗饭。我立刻在旁边抽了一张纸，快速擦了擦唇，谢谢，我自己来。雨叔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撩人不自知。我暗骂自己，擦个嘴都能脸红，真没用。雨叔望着我越擦越红的唇，眼神微暗玩味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暧昧的气息在空气中流转。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紧张地起身收拾桌子，抱着碗正准备离开，腰被人大力搂住，一下跌坐在熟悉的怀中，铺天盖地的吻就落了下来，口中的空气被掠夺，手上的东西不知何时被拿走。我忘记了挣扎，顺从地软在了雨叔的怀里，手无助地揪着他身侧的衣服。良久，雨叔终于放开了双眼含泪的我，指腹揉着我泛红水润的眼尾，嗓音带着明显的哑：下午去做什么？我稳了稳心神，说道：等下去医院看外婆，到时间了把团团接回来。雨叔揉着我腰间的软肉，我让司机跟你一起，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。好，雨叔继续说道：我晚上不回去吃饭，不用等我。我愣了一下，心中酸涩，他们会去哪里吃饭？吃完饭回去做什么？雨叔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？尽管心中百转千回，我却也不敢表现出来，只能不断提醒自己要认清身份，告诉自己没资格问。我收敛好情绪，乖顺地回道：好，你早点回来。雨叔揉了揉我头顶的发，眼底含笑，真乖。我果真把自己当宠物了。医院中，我仔细地给外婆擦拭身体，陪她聊天。外婆因为生病，整个人都瘦骨嶙峋，无力地握着我的手，浑浊的眼中泪光闪烁。真真啊，是我老婆子拖累了你。我回握住她瘦的皮包骨的手掌，低声安慰外婆：你是我最亲的人，怎么能说拖累呢？我小时候你给我买好吃的，买新衣服，后来我长大了，你凑钱给我上大学，你瞧，你也从没有把我当拖累啊。外婆叹息道：真真啊，外婆若是走了，你不要怪你妈，是我没教好她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眼眶微红，趴在外婆身上，瓮声瓮气地说道：外婆，别说了，我刚刚找了新工作，老板人很好，预支了一大笔薪水，我们现在不要想其他的，看病就好。外婆时时刻刻都在为妈妈陈琳操心。陈琳呢？外婆生病后从未来看过，甚至巴不得外婆早点死。外婆是妈妈，陈琳也是妈妈，妈妈与妈妈终究是不同的。陈琳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哥哥沈怀，自己和沈婉都只是哥哥生活幸福的工具人。外婆颤颤巍巍地伸手摸着我柔软的发，真真啊，不要怪外婆有私心，外婆更怕走了，以后只有你和团团两个人，婉婉也不知道跑去了哪里，这些年你过得太苦了，让你不要恨妈妈，也是希望能有个亲人在你身边啊。我拼命摇着头，带着哭腔恳求道：外婆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答应你，谁都不恨。外婆揽住我消瘦的肩，轻轻拍着，就如小时候哄自己睡觉一般。我的真真啊，总是这么懂事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我眼角早已湿润，不被爱的孩子是没有资格任性的呀。我没有注意到病房外面有一个人已经站了许久，古井无波的眸子定定地望着我单薄的背影，微微颤抖的指尖却泄露了他隐藏的心事。雨叔恨我4年前的无情，恨我现在的清醒，却无法停止想要爱我的心。有人说爱会随着时间消逝，可是他的爱却在日复一日中疯长。雨叔默默地退了出来，心口被堵得厉害。我当年为了外婆和团团离开他，现在呢，还是没办法依赖他吗？一种无力感从心底生出，他宁愿我任性一点，放肆一点。花里餐厅，什么？刚刚碰到营养师，就是那个渣女。楚楚震惊地喊道。雨叔冷冷睨了楚楚一眼，凉凉开口道：你再说一句渣女试试。楚楚梗着脖子，双眼圆睁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拿钱抛弃你的了吗？你忘了在国外是怎么熬过来的了吗？雨叔低垂着眉眼，隐在灯光里看不清神色，握着杯子的手慢慢收紧。可是我现在有钱了，他如今过得很难，我可以让他专心待在我身边。楚楚冷哼一声：你知道你现在叫什么吗？雨叔沉默不说话，转着手中的酒杯，看着红色的液体。楚楚把桌子拍得啪啪响，恋爱脑，还是晚期那种。顾于叔，你真是没救了。那渣女，雨叔冷冷打断，她叫沈真。楚楚气结，继续吼道：好，那沈真现在过得难在你身边，哪一日她不难了，她还能安心待在你身边吗？顾于叔在顾家杀伐果决，说一不二，一遇到我就如同失了智一般，处处妥协，只求我留在身边。谁能想到顾家的家主是个恋爱脑？这消息要是放出去，得有多少人削尖脑袋往他身上钻？楚楚苦口婆心说道：好，就算渣，沈真能够安心待在你身边，爷爷那边呢？他能同意吗？国外的风可没有吹歪他的思想。雨叔眸光微动，唇抿成了一条线。爷爷那里我自会解决，这不是真真需要想的事情，他只要安心待在我身边就可以了。楚楚扶额，无奈地说道：我真是要被你气死。我不管，最近我要住在你家看着他。我真不敢想他要是再抛弃你，你得疯成什么样。雨叔神色淡淡，漆黑的眸子晦暗不明，薄唇轻启。这一次我不会允许他离开我，我会把他牢牢绑在身边。楚楚叹了口气，顾于叔，沈真是给你下了蛊吗？于叔微眯起眼睛，自顾自地喝着杯中的红酒，并不理楚楚。他想他早就中了我的蛊，那年雨夜是我救了他，那3年是我让他重新活过来了。他跟我其实是同一类人，被家人抛弃，身处泥沼的人。他的沈真啊，无人能代替。我从医院出来后，就去把团团接了回来，把团团哄睡着后，自己就一直睡不着，辗转反侧，脑中想的都是雨叔同那个美女在一起的画面。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吃完饭了吗？雨叔也会同那个女生做亲密的事情吗？最后我实在被脑中的画面闹得睡不着，索性披了件外衫出去等他。夏日的夜晚格外的吵闹，我就静静地坐在院子里，打开作家助手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，只能烦躁地趴在桌子上，满脑子都是雨叔同那个美女在一起的香艳画面。
雨叔回来的时候，推开门就看到趴在桌上睡得乖巧的我，眸中的目光不自觉地温柔了下来，唇边漾起一丝笑。看啦，他的小乖在等他。雨叔轻轻把手上的外套盖在了我身上，弯腰将我抱起。我一瞬间惊醒了，朦胧顺眼中跌入了一双温柔的眸中，惊喜喊道：“阿叔，你回来了！”一如4年前那般软糯甜腻。于叔的心被填得满满的，低低回道：“回去睡。”不知何时赶过来的楚楚在门口大喊道：“舒姐姐，我呢？”我在看到楚楚的一瞬间，身体紧绷起来，心猛地缩成一团。他也过来了。雨叔什么意思？是不需要自己了吗？我立刻从于叔身上跳了下来，有些忐忑地站在一旁，手捏着衣角，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于叔眉头微皱，心里盘算着让司机把楚楚送走。楚楚不等雨叔开口，一个箭步窜到于叔身边，讨好地说道：“舒姐姐，这里离市区那么远，天又黑了，你舍得让人家现在走吗？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呢？”我在一旁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虽然心里早就醋海翻腾，但也忍不住吐槽：雨叔把前女友和现女友一起带回家里的操作真的是骚，自己的小说都不敢这么写，这是什么po文操作？雨叔的眼神一直粘在我身上，缓缓伸手握住我乱动的小手，安抚似的捏了捏，这是我紧张时候的表现。只今天一晚上，明天我给你安排别的地方。雨叔说完，拉着我就往屋内走。我心中酸涩难耐，给他安排别的地方，他们真的是自己想的那样，心里闷闷的。一想到顾于叔是别人的了，自己就如溺水的人一般呼吸不上来。我进屋内后，默默地爬上床，整个人窝在被子里。雨叔洗澡出来没看到人，就看到床上露在外面的一小撮黑色绒毛。雨叔把被子往下拉了拉，垂眸看着床上的人，睡着了。夜晚让人胆大，我赌气似的闭着眼睛不理他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很难过，明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吃醋，看到他同别人一起，心里就像泡在醋里一般，酸涩难耐。雨叔伸手在我的睫毛上拂了拂，见我还是不说话，也不勉强，只是躺在我的身侧，轻轻把手搭在我的腰上环住，长腿将我绞住。我背对着雨叔，轻轻扭动起来，眼角泛着红色，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：“干嘛？放开我！”雨叔伸手把人揉在怀里，胸前的柔软紧紧贴着自己的背，两人毫无缝隙，贴得极近。雨叔温柔问道：“珍珍，怎么了？”委屈盈满心间，自己做的这些事，还能若无其事地问我怎么了？我扭着身子，闷声闷气地说道：“没怎么，只是想外婆了。”雨叔手上不断收紧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的侧脸，低声哄着：“下午不是才见过外婆的吗？我已经在联系相关领域专家了，一定给外婆最好的治疗，不用担心。等外婆身体好一点，我们把她接回来一起住。”我眼眶湿润，转过身体圈住于叔的腰，小脸整个埋在他的胸前，失落地问道：“你对每一个情人都这么好吗？”笑声从胸腔中传来，雨叔低低说道：“原来我们真吃醋了。”我臊得满脸通红，小声反驳道：“自恋。楚楚是我的表妹，之前一直在国外。”雨叔解释道。我微微一愣，唇边偷偷含了笑，别扭地说道：“哦，你同我解释做什么？”雨叔一个翻身，将人压在了身下，似笑非笑地盯着身下含羞带怯的人，捏了捏我的小脸，戏谑道：“我怕我不解释，某个人要把自己闷死。”睫毛轻颤，我推了推雨叔：“你讨厌，不要欺负我。”雨叔的吻细细密密落了下来，眼睫、鼻梁、唇一路向下，含含糊糊地说道：“珍珍，这才是欺负。”